我最近天天热的吃不进去饭，看啥都没什么食欲，所以我买了300斤辣椒和200斤牛肉，我打算做点下饭的烧焦牛肉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为了能吃得爽，肉我买的都是带点雪花牛肋，但就是切丁这活强度有点大。我们切肉这一步居然干了10来个小时，这一天光磨刀就磨了30多回。不过后来烧辣椒的时候还挺满足的，因为这辣椒经过炭烤之后真的特别香，就这味儿已经香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不考虑物种的话，我愿意和他结婚。但是后来雷辣椒的时候可太致命了，因为我原本买了一个超大雷体，寻思能干得快点，结果我俩取快递的时候走道卡了，跟那玩意儿摔稀碎，后来就只能用这种普通的蒜捣的雷辣椒。我的妈，这小玩意儿锤300斤辣椒，整整干了一宿啊，好像每一下都在那敲功德呢。而且因为雷的太卖力了，给石棒都磨没了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这碗辣椒还能不能要了？但后来我转念一想，辣椒一窜，石灰拔干，那这俩玩意儿一起吃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吃完巧克力就准备猛干了，但这时候又有个新问题，就是家里这锅炒肉是既炒不下又特别粘，所以为了能加快效率，我火速去订了一个直径1.4米的大铁锅。这锅买回来都绝门了，刷它必须得进锅里刷，而且家里没有任何一样厨具能炒得开这锅里的东西，所以经过我缜密的思考之后，我去买了把铁锹回来炒肉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这铁锅配铁锹炒完的肉是真香啊！最后把炒好的牛肉、捣好的辣椒，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调料都放到这大锅里，再拿热油这么一激，我的妈呀！就现在这个酱，要是拌点米饭或者蘸个馒头吃，都香到头了。最绝的是这里现在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香味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，但是唯一不足的是这个酱肉太多了，吃2口就容易吃饱了，而且它现在也不配叫烧焦牛肉酱了。要是严谨的按照配料表含量来取名的话，牛肉这俩字得放到前头了。最近越来越热了，有点吃不进去饭，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靠一碗过水面再拌点牛肉酱挺过来的。然后我前2天在家意外捅咕出一个巨好吃的牛肉酱配方，今年买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产一下。这个酱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点是肉的切丁不能绞馅，但对于活驴来说，刀工永远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瞅这个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，就他拿刀这个姿势，我生怕他一使劲把手指头先别折了。完切肉没意思呀，就开直播来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为我们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妈、我姑、我姑父就过来了。到这发现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让他们走。这盛世如我所愿呢，全家都让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他还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后吧，我个人这一块确实没什么朋友了。后来11点多就给他们放回去了，也没让他们空手走，一人都贴好几节膏药。烧的时候我有点用力过猛，怼坏好几个手套，手疼了好几天不说，3天没敢站着尿尿。完我弟说遇事还是先保大吧，这活就继承给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，远比他的精神更让我感动，因为我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装备，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吗？后来炒酱的时候都早上7点多了，我寻思1个小时就能炒完呢，结果炒了4个小时。我第一次用这么大锅炒菜，甚至还找着点食堂炒大锅饭这个感觉。盛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这30多个小时真不白干呢，空口吃都贼香。把家里所有罐都用上了，还有一大锅没盛呢，已经通知来求的人自己带盆了，完也告诉他们了，也备点信封啥的。因为这顿下来吃饭就剩我们哥俩了，这回还只是少俩人，没准下一顿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说那意思。我最近特别爱吃小龙虾拌面，但是这玩意儿每次做都是折腾半小时，完就吃5分钟，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做点小龙虾浇头，这样以后想吃就不用现做了。然后为了能省点事儿，我刚开始想用现成的小龙虾肉，但是这种肉吃着特别面，就直接让我放弃了。后来我还买了好多种龙虾尾，不过虾尾不管怎么处理，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，所以它也不能用。那么好啊，既然条条大路都不同，那不如直接走老路。我们赶着早上5点半市场刚开门的时候，去一只挑了400斤活的小龙虾回来。到家之后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咱们放下杂念，直接进入生产队。
这些小龙虾刷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都给炸了。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时候先炸，炸完了再去虾线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虾肉的紧实。不过这么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很多。这400斤小龙虾，我们8个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。我感觉我活到现在，拢共都没吃过这么多小龙虾。那后来干呢，给手指头都缠上膏药了，真是肿的没边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光保留了虾肉和虾钳，脑子里的虾黄我们也都抠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这玩意儿不能吃，但鉴于我们的生命难度，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啊，明天能不能回去那是明天的事儿。这些小龙虾肉我们打算做成2个味儿的浇头，蒜蓉味儿的我们整整扒了40斤蒜，然后炒了一大锅蒜蓉酱，这现在空口就馒头都特别好吃。香辣的是用虾钳煮的底汤，所以这汤有特别香的虾味儿。就这些小龙虾呀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给他们用到头了。最后要把虾肉分别放到2个汤汁里，再烹调一下。为了吃的时候方便，我们提前把芡都勾好了。现在这香辣味的是麻辣鲜香，特别入味儿；蒜蓉的也是有特别浓郁的蒜香味儿，就连这虾钳嗦了起来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只要有手，在家只需要2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味道浓郁的小龙虾拌面和拌饭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这一份浇头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块钱了。不过这种在小龙虾里找面吃的感觉实在是太爽，尤其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是能迅速的吃上这么一份大碟，我的天，我必须得说上一句虾门永存。我最近特别爱吃那种即食的带鱼罐头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就不管桌上多少个菜，要是不开2罐带鱼罐头，就感觉这饭吃的空落落。所以我去买了300斤冻带鱼，我寻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刚开始我们很纠结，就这层银膜需不需要去掉。后来试了好多做法，还是决定给它刮了。因为在北方买的冻带鱼，它的死亡时间可能比我年龄都长，这就导致它外面那层膜特别腥，炸的时候还容易糊。但是这层膜呢没那么好刮，而且内脏化了还有特别大的腥臭味。我们整整干了40个小时，从黑天到白天又到黑天。我从最开始闻不了腥味儿，后来活生生的给我干的都闻不着腥味儿了，妈这活干真绝了。然后这冻带鱼在刮完膜之后，还得再去除它的贴骨血和黑膜。为了吃的时候口感更好，我连那鱼翅都给剪了。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带鱼肉。没想到脱去了现实主义的灰色外衣之后，里边居然藏着一颗粉色内心。这带鱼肉现在直接上嘴舔一口都不行，那完全是母婴级的处理标准。不过收拾的这么彻底吧，就是有点费钢丝球。我第1天买了50个，第2天买了100个，第3天我眼见着那超市连夜上了8箱货。但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会儿我们已经把鱼都处理完了。这些带鱼在切成段之后，还需要再腌制一下才能下锅炸。这带鱼段腌好了就可以直接下锅炸了，一点淀粉都不用放，炸透了就是特别好吃的干炸带鱼。不过一下炸了这么多鱼，屋里还逐渐有了点炸东西那种香味儿。这现在呀，地是腥的，天是呛的，整得我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朝哪边喘气儿了。然后为了让这罐头更好吃，我还放了好多五花肉和黄豆。现在炸好的带鱼段再配上汤料辅料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高压锅里压了。这出锅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，软烂入味，就连鱼刺鱼骨都吃得特别酥。不过这鱼类罐头放凉了才是最好吃的，而且汤汁还会变成这种端端的鱼冻。这回呢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红烧一半香辣。就这要是拿到单位或者学校食堂去吃，那放饭的时候绝对是全场焦点。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吃法，是可以把它拌到一碗刚出锅的米饭里，等平时犯懒的时候来上这一碗又能吃饱又能吃爽的猫蜜饭，吃完了再来瓶甜水猛劲儿打个嗝，我天哪，这不绝世香香吗？